Hello，大家好，好久不见，我是西言。前段时间在忙阿祖尔的考试，没有时间更新。之前的视频评论里有位同学提到过，大模型又在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了。今天就来讲一个能减少大模型幻觉的提示词技术，我保证你从来没有听到过。链式验证 CoW， 因为这个技术是大模型的执行起来就像一个自动化的 agent。加上这段提示词之后，大模型先是给出初始回答，在自我评估修正之后，给出了最终的答案。大家小板凳、小本本拿好了。2023年该行业出现论文里的提示词技术，请听我娓娓道来。我是西言，在东京工作生活的数据科学家，在这里会用最极简的语言、最直观的例子，分享数据科学、机器学习 AI 等知识。如果你觉得对你有帮助，记得点赞关注，不迷路哦。首先来简单讲一下大模型的幻觉。这篇论文很好的总结了幻觉，相信没人喜欢精读论文，于是有人发明了 ChatGPT。开个玩笑，这里我把论文中的精华凝聚到了一张思维导图里，那让我们就来一探究竟。接下来我们就来看这篇论文 Survey of Hallucination in Natural Language Generation。 在这篇论文里对于幻觉的定义是生成语提供的原内容不一致或无意义的输出。幻觉在这里又被分为两类，内在幻觉和外在幻觉。内在幻觉就是指生成的内容与原内容相互矛盾的情况，外在幻觉则是指输出无法在原内容中被找到。接下来就是幻觉的发生原因，有数据中的，也有模型内部的问题。接下来就是评价，这里发生原因跟评价就不深究了。作为一个实用主义者，我们直接来看最后的减少幻觉的具体办法。这篇论文中提供了3个：提高数据精度、提高模型精度、提高思考过程的精度。在这里我们不可能去手搓大模型，所以我们只能在提高思考过程这里努力。这是后处理的方式，即在生成答案后再修正幻觉。在这里可以看到例子有 chain of verification， 其实它并不在这篇论文里，只是为了方便理解它的位置，把它放在了这里。它还算是一个很新的解决幻觉的技术。下面我们就来看看提出链式验证的论文。先讲讲链式验证的定义。链式验证 CoW 是一种方法，其中模型首先是起草初步回答，然后计划进行验证。CoW 是一种提示工程技术，旨在解决生成式 AI 中的错误等问题。说人话就是让他自己证明自己说的话是对的，不对就修正。具体操作一共分4步。第一步，生成初始答案。注意，这里初始答案里可能就藏着很多胡说八道。第二步，生成一个验证问题列表，用于验证初始答案。这里验证问题可以由我们自己指定，也可以让大模型自己出题来验证自己。第3步，回答上述生成的每个验证问题，以检查不一致或错误。第4步，根据验证结果的证物，对初始回答进行修正，生成最终答案。接着我们直接看一下论文中2个例子，虽然是英文的，这里我就简单翻译了。可以看到1、2、3、4对应的就是我刚刚讲到了4个步骤。首先从问题开始，问大模型哪些政客出生在纽约。第一步，生成初始回答希拉里、川普和麦克，后面的人就省略了。第二步，生成验证问题，问初始回答里的人分别出生在哪里。第3步，对验证问题进行回答。问题看上去很傻，但可以发现验证回答里验证出了其实希拉里出生在芝加哥，麦克出生在波士顿，所以在第4步最终答案里，希拉里和麦克就不见了，我们的老朋友川普留了下来。后面经过验证过的纽约出生的政客也留了下来。值得一说，论文最后还附上了这个问题的对话记录，所以不管怎样厉害的大模型，回答出来了，首先还是得礼貌的质疑一下。
仔细想想，其实还挺有意思的。我们人类在面对某个问题时，通常也会在没有深入思考的情况下，迅速给出初步的回答，然后通过反复思考或与他人的问答过程中，逐渐意识到细节信息的可靠性，从而提高最终回答的质量。其实也有点像你向客户提交调查报告，报告里的各种数字的出处，你需要注释其引用来源，是哪个调查公司还是统计局研究院给出的数据。又很像是写论文的时候引用的一些观点需要加上原论文，在无形中提高了信赖度，可初衷可能只是怕你乱说话。一样的做法同样适用于 LLM 大模型，这也就解释了之前我为什么说用 RAG 的时候一定要问它出处，同样也适用于我。就像这次我为了防止自己乱说话，不但带大家看2篇论文，而且在下面举例子要亲自实践一下，是不是可以给我点个赞，提升我创作的原动力？今天用 OpenAI 的 Playground 来演示，左上角可以看到使用的模型是 GPT-4o， 这里为了尽可能提升回答的一贯性，降低回答的多样性，把概率参数 Temperature 温度参数调到了0， Top P 尽可能的调小。有空再来讲讲其他参数是做什么用的。接着我提前预设好了2段系统提示词，一个是定义它的角色，要求它 LLM 熟悉《西游记》，另一个是输出格式，采用 Markdown 形式。第一次我们常规问问题，你要问的问题是《西游记》中有哪些妖怪给唐僧造成了很大的麻烦，请找出这些妖怪，并按麻烦程度大小从大到小输出结果。我们先不用链式验证，让它给妖怪们排名一下。排名出来了，虽然排名后面附带了补充信息，但不熟悉《西游记》的话，还是会有被蒙骗的可能性。这里西言只是展示常规问法返回了答案。接着我们删除此次对话的记录，不然再问问题的话会受到影响。第二次我尝试加入链式验证的提示词，就是下面这段，看一下它的运行结果。是不是相当长？我们看一下初始回答和最终回答之间有什么区别。来来回回看实在是太麻烦了，我把回答内容复制粘贴到了 Obsidian 来看一下。这里我把初始回答和最终回答放到了一起，发生变动的地方用箭头标志了出来。可以发现排名5到10的妖怪前后排名都有变动，前4位则是铁打不变。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呢？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GPT-4o 给自己出的验证问题。原来在后面 GPT 从对唐僧生命安全的威胁程度和解决问题的难度这2个问题来评估了初始回答，导致排名发生了变化。我们就看看新旧第5名黑风怪和蝎子精。黑风怪从第5名掉到了第9名，蝎子精从第8名上升到了第5名。我们仔细来看一下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呢？我们再回到2个验证问题这里。黑风怪偷走了唐僧的袈裟，并企图将唐僧吃掉，虽然最终被孙悟空打败，但对唐僧的生命构成了威胁。蝎子精用毒针刺伤唐僧，企图将其毒死，它的毒性极强，对唐僧的生命构成了严重威胁。这是验证问题1的答案。我们接下来看一下验证问题2，解决问题的难度。黑风怪，这里是黑风怪，虽然法力不如其他妖怪，
但偷走了唐僧的袈裟，导致孙悟空等人费了不少力气才将其打败。蝎子精，这里是蝎子精的毒针，让孙悟空等人束手无策，最终请来了如来佛祖才解决了问题。解决蝎子精的问题耗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你看，这打到最后，如来都下场救人了，那说明这蝎子精确实有两把刷子啊。经过这个简单的例子，是不是有点启发了呢？让模型自己思考后，可能就会给出不一样的答案哦。验证问题的提示词还有很多种写法，你也可以代替 AI 去写，毕竟总有 AI 代替不了工作，或许这样你就能得出最理想的结果了。有时候不加验证问题，看看 GPT 3.5 如何乱说话呢？说什么孙悟空、美猴王对唐僧来说也是一个大麻烦呢。GPT 3.5 真有你的。最后来讲讲链式验证的不完美。链式验证用于减少大模型中的幻觉问题，通过让模型检查其初始回答并纠正错误，从而提高相应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不过旨在减少幻觉，并不代表可以完全消除幻觉。还有一个缺点，可能就是会消耗大量的 token 了。看遍了整个中文网，好像讲这么简单又高阶提示词少之又少。希望这个链式验证的 trick 能够帮助到你。我是夕颜，我们下期再见。